他脚很痛怎么办？不想走然后刚刚遇到那个德国大叔，我追上他了。早上6点15分，第二天出发。跑不见了。刚刚原本他在我后面，就是我昨天刚遇到山神那位，刚刚在后面，然后一个大上坡之后一个平台，我们想要在那边拍照，那边有个小教堂，然后平原这样。他就问我今天的计划是什么，然后我就边走边回应他，结果走下来没有拍到照。后来呢，他就一路跑下去，我相机拿起来的时候，他人已经不见了。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修行之旅。然后人家说那个丹麦先生说来这边是 meditation， 然后 self exploring 什么的。这种说是哪是修行？这根本是竞赛，看谁走得快，走得快就有房间。而且下坡用跑很伤膝盖，他们不知道吗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？真是。好了，还好这边风景还不错。你看，他跑下去跟他们会合，那边好多个人。有点飘小雨了。刚刚他跟我说，问我说是要到哪一个村庄，是官方的7公里上坡那个吗？然后我说啊，还有上坡，我已经上过了。没有啦，其实今天前面大家都在上坡，可是不晓得后面路况能怎样。我发现老人家买书是买对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书里面有的是网络上没有的，我一直想查地形，但我查不到。快要追到前面的人。现在风超大，又飘小雨我没有带登山套背包套都没有带。我现在唯一防水就是雨伞一只，心里一直想着快点，身体感觉很快，但脚其实没有很快。我刚刚超越的是良渚老街，不是我们同个民宿起来的。我同个民宿起来就看不到人。快点！昨天怕出太阳，今天怕下雨，真是。哎呀，先不要录好了。进村庄了，可爱的小村庄。网络上说原始之路的旅社很少，可是我这样看起来特别来了，所以这样看到的人次跟那个旅社的分布，我觉得还 OK 耶。就是每个村庄至少都会有一个旅社，虽然村庄跟村庄真的没有很近但很可爱的小镇呢，好喜欢哦！这种灰灰的，然后红色屋顶。这边跟那个地形跟德国黑森林有一点点的像，植被不太一样，但是地形有点像，房子不一样。这边的房子比较统一，然后德国黑森林那边就是很多都是那个叫做什么
不知道叫做什么啊。哦，这边有装水的，这边装水的，就反正你看就知道德国房子啊，这边一看就知道是西班牙房子，有讲跟没讲一样。这边有点像那个呢，那个马祖那个北秦啊，北秦吗？北壁，秦壁啊，秦壁也是这种石头房子。好奇妙，这条路上啊，只有昨天遇到3个菲律宾人，不然我整条路上都没有遇到亚洲人。这感觉以前也是有钱人，只是现在都没有了。好了，准备冲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德国黑森林应该海拔比较高一点，这边应该比较低，所以他们的植皮是那个针叶林为主。那什么树啊？杉树、哦，忘记什么树了。好了，出发，来森林里面喽！耶！其实我觉得原始住还不错，就是可以走不同的地形的，有时候走公路，有时候经过村子、农场、草原，然后森林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你们看，森林很棒吧？风景一直变换，比较不会觉得走很久。在那个通往大坝的大陆林道，那17公里，真的是让人觉得看不到尽头。没有办法，因为它的风景是长一样的，你就觉得走很久都还走不到。Go go go！ 刚刚很好笑哦，它是那个公路，大马路要到高速公路，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小分岔，然后呢，我就一直顺着路走到看到一个写那个禁行的牌子，禁行不是那个这个禁行，就是不能走那个禁行。我想说奇怪，看起来那个高速公路，那看起来就是高速公路，它就不是人走啦。然后就转过头一看，它要写 Camino de Santiago 的一个很超大的牌子，然后想说，嘿，所以是走哪边？然后它是一个圆环嘛，它是一个圆环，然后分4支出去。后来开 GPS 转2圈，才发现是公路上旁边一个这种土质的泥土的小巷子。但是前面的人不见了，但后面有一对夫妻，希望他们不要离我太远啊，不然我走迷路我就不知道在哪里。其实我觉得那个脚架脚架虽然很好用，可是它很不方便拿啊！我知道为什么那么湿啊，昨天晚上下暴雨啦，昨天晚上下闪电打雷的暴雨，脚架很好用，可是它没办法输放自如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挂在身上啊。如果挂着，它就会一直害。应该是以前洗衣服的吧。出来后是一个小村子，然后就会进行大涵洞。全部都关起来了。
好像世界各国都抵不了都市化跟少子化的问题。这边的乡下也很多，跟台湾乡下一样，很多废弃的房子，感觉以前就很兴盛啊。但可能人口结构改变都市化，所以那些漂亮的房子现在都没人住了。然后教堂也是，台湾比较少看到废弃的庙，可是这边我这样昨天看下来，两三个废弃的教堂，看起来还蛮大的哦。通常比较小的还有继续在那个人家进去祷告的旁边都有那个墓园，它也不是墓园，有点像小型灵骨塔，是一层一层的这样，也是小小的。就有点感慨吗？以前曾经的疯狂，然后现在都没有了。大家都没办法逃过全球化跟都市化潮流的影响。我刚原本想要进去那个教堂看看，它全部门都锁上了，应该是怕人家睡在里面或什么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前进吧。拍一张照。时候就遇到这个，我指头嘞，这个指向这里，然后这个指向这里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墓园，围起来了。森林 again， 哎呀，每次下雨啊，这开始滑怎样？咻，对面有大桥。现在我的那个脚的小扭扭好痛，昨天就痛了，可是今天更明显。等一下我先收起来好了，我怕我等一下会滑下去。进来小镇喽，离我的目的地还有16公里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9点，早上9点，所以我现在走了3个9、6、7、8 3个小时。告别小镇，开始公路上坡，很累耶，还好带些粮食在身上，肚子饿。看那个标示，就知道一定很多人走错，走到那一条去了。走这里，帮你箭头都喷好了。雨林 again， 这雨林蛮漂亮的耶，左右都是那个蕨类。现在有段小上坡，然后现在开始下坡。我就按没有，还好。我发现在走这个路的心情很容易受影响哎。我刚刚收到我妈的讯息，我原本就答应她说12月带她来玩，她刚刚又问跟我说9月什么时候去啊？8月12号之前要排班啊，怎样怎样的。我就想说，不是就跟你讲12月再来，你现在要跟我讲9月要来。那我原本9月找到工作，然后后来被取消了。说那9月其实是没事，要出去玩也没有说不行，只是不想要一直玩那个，一直在外面那种旅游性质会麻痹。然后刚刚就有点陷入那个妈妈说要来玩，然后心情有点不太好。因为我现在就还没有开始工作，然后一直说要来，我跟你讲12月。
应该我现在念一念，应该心情好一点了，就可以认真走这条路了。很爱生气，到底在干嘛？好痛！我的脚拇指好痛。我不知道是要把指甲剪掉因为虽然没有很长，可是真的好痛。先收起来了，先到这，等一下就是直直往下走。泥巴水路。其实目前在我前面的应该是10个人吧，可是如果是在我没有遇到的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其实我觉得这2天，我觉得这个原始之路蛮好玩的啦，就有各种地形可以走，然后很多东西可以看，不错，还不错，目前还不错，之后就不知道了。它这样子，好长啊！我刚刚又被一个人超过了。我觉得今天的那个事实验证，昨天我哥说的是真的。我昨天跟他们说，我明明就比人家早出门，然后比别人家差点吃到虫，明明就比别人早出门，然后也很认真走，也都没休息，但就是一直走输人。同一个人，我遇到他3次，他休息2次，每一次都超越我。我哥就说，因为你腿短。然后因为我还试着就是看着前面的人脚，然后跟他的脚速，看着前面的人脚，然后试着让自己的脚速跟前面的人脚速是一样的，但前面的人就是越走越远。我现在看不到那个人车尾灯了。我刚刚就在想，奇怪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走可以走那么快？我们就是先天劣势，腿比较短，所以比人家早出门也没有用，除非腿速要比人家快。这个道理是不是跟那个脚踏车一样？脚踏车大轮跟小轮的踩一轮几轮，人家照的比你较紧。你小轮的，你要多踩2圈。先天劣势。我还有个小故事想要分享，关于昨天晚上的情侣。他是自由捐肾，通常一般人就是在 check in 的时候，一下，你就就是 check in 你就缴证件、缴护照，他们就跟你讲规则。通常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把钱丢到那个捐赠的小盒子里面。捐赠小盒子它是透明的，它有一个优点跟一个缺点。它的缺点就是你丢多少钱进去的时候，其他人看得见。这东西我觉得是缺点。太多人家就哇，你有钱哦。太少就会觉得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小气？虽然说本来就是依照个人的能力来，就是取决于你想要奉献多少。可是现在资本社会，我没办法，就是不往那边去想。然后优点就是你可以看看大家都丢多少钱。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前一晚的那个公家的青旅我没去住嘛，但我知道它是7.5，我原本想说就是7.5这样子。后来我看到旁边那个德国人，他丢10块钱，这边有包含早餐，前一晚的好像没有早餐。我想说有早餐，好像10欧蛮合理的。然后看到桶子里面有20块，有5块，有10块。5块你就会不知道说他到底真的只丢5块，还是他丢了15块。后来就是民宿的老板娘带我们上去介绍，完了之后，老板娘一转身出房门，
德国人就跟我说，是往哪里走？应该是对，应该是这，这看起来不像是个路。德国人就马上转过来跟我说 ，You have to donate， 就是你必须要给钱。虽然说是自由给钱，但是你一定要给钱。我就说哦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对，我觉得他这种提醒人的行为，就是还算蛮不错的。因为我之前就听说德国人会互相监督啊，小孩子去河边钓鱼，随便路人都说你有没有带吃粮啊，太小的放回去啊等等的，所以互相提醒这件事我觉得还不错。只是我有点意外，他会特别转过来跟我说这件事情，但联想到他是德国人，就觉得哦好，可以理解。因为他是老一辈的，他应该跟我爸年纪差不多，应该60哦。我觉得他整个头发是白的，年轻我觉得应该就不会差小了吧。但我只是还在想要怎么给，然后我不太确定那时候身上的钱没有在，就是我也不想在老板娘面前那边翻自己的零钱，然后外面看看自己身上有多少钱，我觉得那样不好，准备好再丢进去就好了。最后我就丢了10块钱。但今天早上很紧张大家都想要6点钟冲出去，5点45就是有人在厨房排队要吃饭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呢。你看我这么早出门，还是一直被人家超越啊！哟，看一下前面。出来看到砂石场，想说往哪走，结果这边就有人帮你写 Camino di Santiago。哎呦，继续森林，森林真的比公路好我比较喜欢森林，不会这么热，也不会那么多汽油烟。啊，看到母女党了，不是妇女党了。现在11点，11点04分，剩下3.4公里。会抵达我的第一个目的地，但我想要再多走3还是4公里，到前面一点点的小聚落，什么烂泥巴，真是。但那一间就有10个人，我没有很确定。如果那一间满的话，我就还得再走2公里到下一个比较大的小聚落。哦，青草味好香，看看咯。我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，然后我在想说要不要走7公里去下一站。然后刚刚遇到那个德国大叔，我追上他了，好开心哦！我们早上一起出发之后，我就再也没看过他了。然后刚看到他在那边休息，我觉得他们很不错，他们会买书，里面书的资料很详细。就是等一下虽然是走7公里，可是他是爬升400，7公里爬升400，然后现在越来越热，所以他是决定在这边待了。我还没有想好我要不要走，因为我看，因为我必须一天要走20公里，然后这个好可爱哦，看一看，尖头贝壳，然后想说明天早上再走，但我还不知道，有点热，可是我觉得下一个那个比较可爱。但还是要每天一早
起来大上坡。我现在也蛮想象7公里，然后上升400长怎样。难怪他有一天，今天第3天的只要走15公里，大上坡很累。啊，好犹豫哦。上午12点，我决定要走到下一个小镇了。它不是镇，它只有一间青旅，然后那间青旅就有10张床，可是它看起来超可爱。然后这间青旅就是公版青旅，然后等一下是7公里，爬坡400，然后我现在脚很痛哎，怎么办？不想走哎。如果那个10张床没了，我就要等，我就要再走2公里到下一个青旅。那个青旅也蛮可爱的。好，就走吧。青旅好像是那一间呢，看起来好像是，我不是很确定。你像脚底板很痛，脚拇指很痛，可是已经到这个目的地，我觉得还能再走。